各位棋友，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牛头滚应对左马盘河比较顽强的局面。我们依然是快速进入它基本的阵型，开局都是基本的定式走法，形成红方当头炮过河车，黑方屏风马强挺三组应对，红方冲边发起中路进攻，黑方乘势红上马。那么走到这里，其实黑方有多种走法，平炮对车，进卒形成两头蛇。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它第三个系列的变化，选择左马盘河。那么红方他的阵招就是继续冲兵打通中路。前面我们为大家分享了黑方冲卒吃兵的两个变化，都是得不偿失。本局我们看黑方新的走法，这个走法就比较有引诱力了。上马吃掉兵，窥视中炮，同时引诱红方进兵吃卒。红方如何行棋呢？如果说上马的话，他可以冲卒吃，显然这步棋就稍微有点缓和了。红方将计就计，依然是发起中路进攻。黑方之所以这么走的话，完全是因为有一招炮二进一，形成一个牵制。将来平炮打兵，上马吃兵的话，这样的话显然局势比较好。那么我们来看看红方此时补后中路给兵生根势在必行。马七进五的话，上马踩炮破坏红方的阵型不划算，马三进五就尤为重要。那么走到这里，我们来分析一下黑方的几个潜在的应对策略。上马吃炮不成立，这里是担子炮。有平炮打兵，上马吃兵，实际上都不可取。我们可以稍微潜在分析一下，黑方是马炮抢夺红方一个中兵，红方是炮和车双层守护，所以说黑方得不偿失。当然，黑方比较稳妥的走法就是选择飞象补后中路，将来为出贴身车做准备。但是这里红方抓准机会，快马加鞭，也是本局棋点燃导火索最为重要的一招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踩着马吃着炮窥视中象，将来稍微不注意的话，一马破双象，其势必英雄。现在黑方怎么走呢？他又有两个策略，平炮打着兵，选择冲卒。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变化，平炮打兵，先手来个将军，红方如何应招呢？选择乘势的话，稳固阵型，但是还有积极的走法，直接上马，马吃着你的马，炮瞄着你的炮。现在黑方只能先下手了，因为逃炮或者说逃马的话，他都会丢子。进炮打掉，飞象吃掉。现在这里依然要解决这个马的问题，他怎么办呢？黑方有一招好棋，选择上马。这步棋可以说如果说红方不仔细审查的话，很容易被黑方这一招误导。这里吃着马挂着角，你吃我的，他吃你的，感觉黑方这个如意算盘打得还不错。当然如果说红方想求稳的话，来一个回马金枪也不错，用炮守住，同时也避开了你回马踩他的。这里还是先手。当然或许我们不注意的话，感觉我撑个势，先稳固阵型，防止你挂角。那么在这里黑方是比较满意的。我们来看看他平炮这里打底象，就是一个骗招，你只能平车拦住，接下来他回马给你吃掉，你必然是回马再吃掉他的。这时候他平炮甩开，反而解套了，他的车炮被牵制的局面摆脱了，是黑方比较满意的一个走法。好，这里我们返回来，我们来看看红方比较好的走法。稍微保守一点的就是我们先前说的两个走法。当然呢，你也可以放心一点的话，直接上马。这里单马挂角的话，后方没有攻势，完全是不用担心。
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红方还有更加积极的走法，可以说非常的凶狠，完全是弃这个马不管，上马，这里就有攻势。现在如果说黑方回马吃的话，红方跳马一将军的话，基本上可以杀棋了。再一摆炮，将来内道有炮，前方卧槽马，这里加上先锋车，基本上黑方是可以缴械投降了。当然我们再返回来一点点，当红方上马，这里是带着杀的，同时窥视这个炮，黑方要么称势，要么进车进行一个防守。那这里就比较简单了，红方再次上马，这个马就逃脱了，同时还吃着你这个马，局面再次往下发展的话，黑方是必定丢子，既吃马又吃炮，红方锁定胜局。我们回到分界点之处，先前是黑方平炮打兵的变化，他这里还有第二个比较顽强的走法，选择冲卒，既拦住马，重要的就是平炮打车，看起来还不错。那红方必然是进兵吃象，保留车的重要性。现在车吃着炮，马吃着你的马，黑方如果说先下手吃马的话，那这里显然是不太合适，看起来还窥视中兵。但是这里进兵吃士一将军，首先说明你不能称势啊，后方有炮。如果说出将的话，这里一摆车啊就成杀了，硬着头皮吃掉啊，这里正好吃掉你的炮。虽说现在啊大子一样多，但是红方中路炮有攻势，同时这个车你现在还拿他没有办法，黑方老将不安，残缺士象，你还不能充足，这里平车将军，这个车就跑了。这个变化黑方也是得不偿失。那么在这里黑方还有最为疯狂的走法，选择平炮中路一将军，引诱红方称势或者说上马。那这里的话他就可以先手吃掉红方的马，选择一个平等的交换。但是红方这里有一个妙手，我回马金枪，可进可退。现在这里依然是跟你对着炮，同时兵吃着你的士。现在你炮闪开的话，我中路进攻非常的强，那硬着头皮也要对掉啊。平炮打过来，依然实行中路的牵制。现在这个阵型的话，中路马炮兵强攻，黑方最好的选择就是依然是上马吃掉，选择交换。这里红方就得注意了，我们往往急于求成吃掉他的这个马，实际上他有后手吃兵，我们不妨先弃兵换掉一个士，先手将军乘势吃掉，此时我们再不着急回来吃他这个马。好了，现在看起来红方双车双马，黑方双车马炮，黑方的兵种稍微比较强一点，但是它最大的缺陷就是残缺士象，尤其是这个缺单士容易被红方利用。现在这里又拉住他无根车炮，感觉他接下来顽强的走法就是冲卒，引诱红方吃马，上马吃，他可以平炮过来将军，这里感觉能够对掉车，但是对完之后呢，这里依然是得不到任何便宜。当然我们稍作返回，当你充足的时候，红方想求稳的话就不跟你对车，直接上马，既看住车，同时也防止你中路来将一军。即便是你现在想解围的话，这里将军，那我直接上马给你吃掉，弃车先弃后取，再上马卧槽将军的话，这个车就被抽掉了。那这样如此局面往下发展，黑方不占任何便宜，将来车马难以守住车双马。当然我们再做稍微顽强一点的返回，这个局面之下，黑方平炮到中路断然不可取，比较稳妥的就是把这个贴身车赶快走出来，将来形成一定的攻势。现在红方走的比较稳妥的走法，有称势，也有快速上马，将来先稳固阵型，使得黑方子力不好往前伸展，红方便于进攻。好嘞，棋友们，今天这局分享了他各路的变化，
同时中局也有很多骗招。今天这局就为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了。